今日是10月初6，我又回来与这个世间交手，我的名声和时运比上一次更差。但是不论这一世怎样，我都会把它活得精彩。干嘛这么看我啊？我只是在想，除了魏月燕，你与一物也很像。何物啊？九死还魂草。这什么东西？怎么名字这么难听？它呢是一种草木，生命力极其顽强，哪怕半年不受水也不会死掉，就算是枯萎，遇到一场甘霖就会生龙活虎起来。你也如此，经历了这么多，这么快就能走出来？那我就是九死还魂草，也是受尽苦难，依然有人疼爱的夜谭。你们就是我的甘霖，有你们在，纵使外面风雨交加，我都不怕。我会竭尽所能，护你平安。什么叫你护我平安啊？你就这么瞧不起我呀？以我现在的本事，我护你平安还差不多。行，一切都听娘子的。怎么不信啊？那咱们试试看呀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姐姐，你现在在天上看着我呢吧？我的后半生是你用命换回来的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的活下去。怎么会有烟花呢？你看这。雪妃，吞弟，方才斥候营守卫兄弟来报，说玄上军坛给夜谭公主放烟花呢。啊！嫂嫂现在有心情看烟花了，难道说嫂嫂想开了？这么说谭儿好了，果然这就去找他。哎，吞弟，你可真是高兴的糊涂了。现在呀，谭儿正和玄上君浓情蜜意呢，你怎么好去打扰呢？雪妃说的对，果然真是高兴的昏了头了。我看啊，谭谭最近寝食难安，清瘦了许多。要不明天我们给他做他最喜欢吃的火锅吧？嗯，好。牛肉锅还是羊肉锅呀？嫂嫂，谭谭，谭儿，谢谢大家为夜谭做的一切。夜谭，谢过。父皇，哎，好孩子，何须跟父皇客气？为父亏欠了你18载，现在所做的一切，是早都应该做的。父皇，您也刚经历了丧女之痛，还在费心为我做这些事情。姐姐虽然走了，但是我会替姐姐好好的活下去。我这条命是姐姐给的，我会替她做她想做的事，替她爱她爱的人。父皇，我既是夜谭，也是姐姐。您的2个女儿都在。
所以到底是羊肉火锅还是牛肉火锅啊？吃牛肉的，多带几瓶好酒来，咱们一醉方休。一醉方休。他这一等又得1晚上了吧？真没想到啊！少典萧一这老头薄情寡恩的，生出来这2个儿子倒是有情有义的。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次等良人呢？某些人啊，眼神不太好使。身在山中不见山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拉倒。喂，古海潮，你有话说明白，你别话说一半呢，能不能行啊？你回来了？你一直在等我啊？是。见你伤心难过，我不放心，便想来寻你。可否愿意陪我一起出门走走？当然。去哪儿？随我来。今日繁星璀璨，便想邀清衡你一同来赏星，一起说说话。你方才唤我什么？我唤你清衡，可有不妥？没，我喜欢你这般唤我。先前让你唤我清衡，你总是不肯，不是唤我二皇子，就是唤我清衡君，过于生分了。今夜，你不是神族二皇子，或是仙君，我也不是蛰伏于天界的冬秋小仙，我们只是苏之与清衡，赤诚的聊聊天。这苍穹之下，生灵万千，他们个人的祈愿犹如沧海一粟，能被上仙听到的几率，定是极其渺茫吧？是。但我当年的祈愿能被你听到，还受到你的关照，是何等的幸事啊！你，谢谢你，清衡。你终于承认自己是当年那棵小胡荽了。认识你之后，我时常在想，若我不是冬秋一族，只是那棵小胡荽该有多好。五仙小仙，孤身上天，饱受欺凌，幸得神族二皇子真心护佑，跨越仙阶，相守相伴，这样的故事，定能成为一段佳话吧。我知神族欠冬秋的血债无法偿还，但假如你愿意，我定会守护你一生一世，绝不负你。若假如能抹消一切，这世间哪还有那么多遗憾？我只能替那棵小胡荽谢谢你，谢谢你送他法卷，教他法术，谢谢你给他暖身的披风，谢谢你的关照和所有的真心，谢谢你这所有的一切，他无以为报，但他永远铭记于心。
不用我们留下来陪你吗？原本还跟蒂兰爵说要一起吃火锅呢。三位仙师今日一早就遣人来说，天地修为被废之后，已不能理事。况且，苏芝被巨灵玄灯一事所伤，你们留在这儿也不利于他心情恢复。要不然还是先回去吧，火锅咱们可以改日再吃。行，那我先协助清衡料理好神族事务之后，便回来寻你。我们一起去过你口中说的寻常百姓的日子。怎么了？他是在担心苏芝呢。苏芝这几日一直不肯出门，他就在门外连守了好几夜，生怕他出事。我昨夜见到了他，他将我送的东西都还给了我，我愈发担心他了。我昨夜也见到他了，他心中还是有怨。你们留在这儿，反倒是叫他睹人思旧事。要不然，还是先回去吧。那便拜托嫂嫂了。那我们走了。走吧。你看，可以呀。公主，见过公主。见过公主。公主，几日不见，您气色好多了。公主这一恢复，花容月貌又回来了。你们刚才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凤儿这2天呐，胃口终于好了，她吃饭了。可不，也不挑食了。吃了5碗饭啊。她好多了吗？身体是好多了，可整个人啊更魔怔了，已经好几天好几夜不眠不休了。她怎么了？具体怎么了？要不公主，您还是自己进去看看吧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看书。哎，正好。这个是什么字啊？你字都认不全呢，怎么看啊？这都是哪儿来的呀？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若地脉子之真的这么强大，岂会就这样消亡？我想找找有没有办法，让奎儿死而复生。但尘渊界一向尚我，并没有什么书。我只好让斥候营的兄弟四处找来这些古籍。谢谢你愿意为我姐姐如此费心费力。可若真的有办法，四界岂会轻易放过我们姐妹2个？你来找我，怕不是专程来谢谢我的吧？我还想和你说，这乌大还关在长魂窟里，把他放了吧。这尘渊之主的位置我不要了，是时候还给尘渊储君了。你不做尘渊之主了？是，我不想复仇了。我还以为我不杀天帝，你会怨我呢。其实那日亲眼见父王身死，我也不好受。如今天帝已经受到惩罚，我想奎儿心里也想得明白。现如今你的心也安定了，我奎儿的花灵也可以跟着安定些了。那我先不打扰你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看看苏芝好点没有。你要是见了他，让他仔细想想，还有没有让奎儿复生的秘术传说？姐姐有你守护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对了，听说你要开始吃饭了，你多吃点儿，别让我姐姐担心你。公主可饿了，我刚刚做了胡荽饼，你快来尝尝吧。公主，那日在九霄云殿，苏芝说了许多红话，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这顿好吃的，就当是我给您赔罪了。我不怪你，你当真就此放下了？既然公主已接过，天帝和厉王也受到了惩戒，我也该放下了。就像公主说的，
宿命已然如此，该怎么活全靠自己。我想好了，未来我也要好好过。清恒方才走之前还一直都在担心你，若他知道你已经放下了，心里不知道要有多高兴呢。我一会儿就遣人给他送信儿去。不必了，公主，我会让清恒君明白我的心意的。有件事想和公主说，苏芝想搬走了。你要搬去哪儿啊？如今你已经……不是这样，我和有琴正打算远走他乡去做些生意，不如你去给我们做掌柜的，帮我们打理生意，正好互相有个照应。公主，苏芝离家太久了，想回家了。你想回冬丘？嗯。你孤身一人的，四界对冬丘的成见仍深。苏芝想回到熟悉的地方盖间房舍，就此归隐，公主就不必再劝了。好，我亲自送你回去。我父皇从宫里给我带了点御寒的衣物，还有棉靴和手炉，你等着，我一会儿都给你带上。嗯，好。奎儿，你好些了吗？先前不知照顾花灵之法，我也不知该怎么做。我听闻苏芝姑娘这几日情绪不佳，等她稍微好些，我便去找她询问照顾花灵之法。对了，方才叶檀来看你了，他气色好了很多，想必是放下仇恨，心伤渐愈。唉，现如今一切都好起来了，唯有你没有回来。大人，苏芝姑娘到了。啊，见过朝奉殿下。苏芝姑娘找我有何事？苏芝今日便要回冬丘安家了，临走前想来看看青葵公主，毕竟青葵公主是地脉子之花灵，与我冬丘一族羁绊深重，同气连枝。这一去，怕是鲜少能见到她了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我还想找你询问照顾花灵之法。殿下别急，我这就将照顾花灵之法写下来。只不过这个方法有些繁琐，怕不好记，殿下请借纸笔一用。好说。海超，速速寻来纸笔。快去。好嘞，大人。苏芝姑娘，请稍等。嗯。海超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大人，大人，纸笔来了。哎，苏芝姑娘，我家大人呢？大人去寻你了。哦，纸笔给我吧。哎。写好了，请古大人转交给殿下。我与叶檀公主还有约，先告辞了。慢走。朝风，救我！朝风，救我！奎儿。奎儿，奎儿，海潮！大人，怎么了？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属下也不知道啊。有人碰过花灵吗？可除了您，再无旁人接近过花灵啊。等一下，那个苏芝，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看到苏芝姑娘自己站在花灵旁边，我还以为她是在悼念青葵公主。哎，苏芝姑娘，我家大人呢？是苏芝。
故地，我这就去东丘。你快将此事告诉少典有节。好。上次来这儿的时候，才哥在吾。玄上君，不好了，苏轼姑娘偷走了青葵公主的花翎，也带走了叶檀公主。你可知他们去哪儿了？早上听她说，她要去东丘故地定居，我家大人已经先行前往归墟了。糟了，走。好啦，都说了，要好好生活下去的。好好生活。你打算把房子建在哪儿啊？那边，小的时候，每每有了烦心事，我就会在那边远眺归墟海，直到阿娘许我回家。这视野真好，每天在这儿推开窗，心情一定很畅快吧？就到这儿吧。苏轼再叫您一声公主，谢谢您对天界小狐荽的照顾。怎么搞得像诀别一样？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常来看你的。只怕没有以后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此处离归墟极近，双花花翎在此，混沌之力受到诱惑，自然沸腾。双花，你从城府那儿把姐姐的花翎给偷来了！别挣扎了，没用的。我已将地脉子之残根注入你体内，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。你为何要如此对我？四姐对我如此狠心，连我族人的亡魂都不肯放过，我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叶檀，再看一眼这世间吧，记住他最后的样子。
方才将东丘搜了个遍，没发现他们。归墟异动了，这不可能！你不是已经以10重金身彻底补好了归墟封印了？双花聚首，混沌重启，难道叶檀和奎儿的花灵定在归墟深处？我去救他们。我和你同去归墟。大人慎重，您不曾修得10重金身，去了混沌漩涡就是死啊！朝风，没人比我更了解归墟，我去救他们，你们留在此处，用结界阻止混沌之力蔓延。但愿老五能救出他们。施法吧，来吧，大人。别挣扎了，四界将重归混沌，你阻止不了这场浩劫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明知道自己抵挡不了这混沌之力的侵蚀，你还是要开启归墟。我不怕死，我要复仇，我要让四界为我东丘族人们陪葬。我以为四界都视我为仇敌的时候，你会和我站在一起。在我姐姐离去之时，是你一直陪伴着我，我信任你，依赖你，没想到你连我也骗了。我又何尝不是信赖你、依赖你？在攻上天界之前，你答应我要为东丘正义，你要让天地血债血偿的结果呢？我推让你连所有的仇恨都忘记了。四界让我失去了所有，我也要让他们尝尝绝望的滋味。这世界难道半点值得你留恋的东西都没有了吗？秦衡对你一片赤诚，即使知道了你是东丘族人，对你的爱护却丝毫没有减少。五仙小仙，孤身上天，饱受欺凌，幸得神族二皇子真心护佑，跨越仙阶，相守相伴，这样的故事定能成为一段佳话吧。我知神存，欠东丘的血债无法偿还，但假如你愿意，我定会守护你一生一世，绝不负你。你说的对，若不是清河，我甚至都无法成为护随。我对不起他。思之，现在归墟尚未破裂，只要你及时把这残根解开，我们就都还来得及。今日你我都会死在这里，一切皆因归墟而起。
那就让归墟了结这一切吧。苏轼，苏轼！安爹，安娘，孩儿终于能教会你们的在天之灵了。苏轼！归墟，这不可能啊！难道真是苏轼？神君方才赶去归墟了，天龙君，咱们也去支援吧。你们留在此处，我去看看。快点！坏了，这次归墟动摇，把我兽族的根基都动摇了。这次的气息比以往都严重，恐怕是出大事了。啊！要不要再修书给献帝呀？现在天界已无主，修书恐也无用。男儿还在尘渊界呢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……从那边！小心！小心！吞帝！小心！小心！吞帝，雪妃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苏轼将奎儿的花灵骗走，又将叶檀带去了归墟，这印象恐怕是归墟出事了。啊！什么？这事告诉玄商了吗？3天下，玄商君和海潮都已经赶往归墟，我们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。果然的女儿，果然要去归墟。吞帝，这样，你先别担心，我跟子无先去看一下归墟什么情况。苏水，你照顾好吞帝和雪妃。好，走。吞帝，跟这里面。大人，归墟开了，老五还没有救出叶檀和奎儿花灵，绝不能让混沌之力危及四界，否则她们姐妹就真的成了灭世之人了。撑不住了！
收到消息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。谭探呢？帮我去救他了。想不到这归墟竟彻底开了，兄长一定会把嫂嫂救回来的。我们现如今应该守护好这结界。唐儿，唐儿，唐儿，可惜，唐儿。姐姐，这里是冬秋。地脉子之，如今封印已成，四界既创。若有一日待归墟澄清，你的使命便结束了。这是升华的记忆。原来，上神在上古时期就在冬秋以混沌为壤，撕下了地脉子之，才生出了我和姐姐的花灵。天道轮回，生生灭灭。原来地脉子之并非是灭世夺主，我和姐姐的使命，也并非是射尽清浊屠灭四界，而是分离混沌，澄清归墟。姐姐，是你帮我点亮了上升圣域。唐儿，归墟将毁，我带你离开。混沌之力越发狂暴了，不能让混沌之力外泄。停住！哎，你们看那里！是兄长和嫂嫂。唐儿，别怕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
我回来了。这很疼吧？归墟已经彻底封好，从此不会再有人疼了。校长，大人，桃儿，你干什么？上山封印已毁，纵使集天下之力，也绝无可能重封混沌。你已经为了我，为了四界，做了太多的事情，现在也该轮到我了。嫂嫂，刚才在归墟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上神留下的神谕：地脉子之，乃上神所赐。只要我与姐姐花灵合一，便能发挥出地脉子之真正的威力，彻底分离混沌，平定归墟。你会死的，桃儿！这本来就是地脉子之生来的使命。也许是上苍怜惜，让我降世能够遇见你。这一世和你相爱，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。韩真，你不要做傻事啊！嫂嫂，族不想你死，嫂嫂。嫂嫂，你回来吧，神族定会有其他法子的。谢谢你们。我从小就在世人的怨恨中长大，也因为怨恨而成为了恶神。是你们不离不弃，一直陪着我，温暖着我。我一直不明白，什么叫做守护苍生，苍生为什么值得守护？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苍生之所以值得守护，是因为苍生有情。桃儿，奎儿，嫂嫂，姐姐，你替檀儿决定了一次生死，这次就轮到檀儿自作主张了。
琴。唐儿。裴岩，你哭什么呀？如今4界已平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对不起，我没能保护好你，我没能保护好你。你做的已经够好了。我就是遗憾。你说，我要是9死还魂草该有多好啊！这样，我就还有好几条命，可以陪你过完这一生的。前18年，我没过过什么好日子，但是我不想怨他，因为是那些苦日子，让我遇见了你。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觉得是我最幸福、最快乐的日子。虽然时日不长，可是我觉得我前半生受的那些苦都值了。唐儿，没事儿，我就是要走了而已。你们神仙活得久，那说不准下一世我就来找你了呢。啊！有情，此生只守你一人，你不归来，不死，不灭。唐儿，魏月夜，你送我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希望我和他一样，在天璀璨，在地从容。你看，我都做到了。你要是想我的时候，你就看看他，他要是傻了，那就是我在想你。我走了。唐儿，唐儿，唐儿！多谢夜谭公主，多谢夜谭公主。诸位请起，请起。谭儿，自打你降生起，便无端遭受了覆盆之冤。
被世人伤透了心。可如今，你却能以德报怨，又大意击溃了所有纵曲枉直的蜚语恶言。你是父皇的好孩子，父皇为你骄傲啊！我们果真没有看错叶檀这孩子啊！是啊，之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他都是临危不乱，有勇有谋啊。只是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也没人跟我们打麻雀牌了。哎呀，风儿，你有伤在身，不好好休息，却在这里翻书，你还在寻找复活花灵之法吗？这里记载了草木之灵，春风吹又生，万一地脉子之也可以呢。母亲找我是有事儿吧？唉，玄商君那日被混沌之力重伤，又痛失夜檀，不知现下情况如何？你要不要去天界探望一番，也好散散心呢？以他的修为，界限上要不了他的命。母亲不必担忧，反倒是这丧妻之痛，最是煎熬。我去找他反而是种打扰，还是让他静一静吧。哎，你小子可好些了？你出来了，馋魂窟的饭可好吃？我这次来啊，是为了2件事。这第一，父王的事情，我想通了，确实是咱们陈渊族不对在前，逼死了奎儿。如今这双花为救世而牺牲，保全了4界多少条性命，咱们得感激人家。这第二嘛，瞧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子，看着就来气。奎儿如果在天之灵，看到你这副德行，他能高兴吗？你少一副了解奎儿的样子。我只让你振作起来。最初，我得知奎儿的死讯，还有父王又被杀了，我也感觉心痛的活不了了。可我还是挺过来了。倒是你，一直这么丧气下去，你母亲还有奎儿看到了得多心痛啊！咱们身为陈元族的好男儿，就不应该让女人为咱们担心。过来吧。做甚啊？到大哥怀里，痛痛快快的哭一会儿。等哭完了，高高兴兴的过你的日子。去你的！怎么了？长兄如父，大哥这疼你。来，来，别过来啊！再过来我打你！好你个臭小子，别婆婆妈的，走！别老这么紧，你小子长这么高啊！走。拜见母神。母神，劳烦您从霞族回来看我。幼琴，你比上次越发憔悴了。祖师，
可是这次归墟之行伤及内里了。回天后，君上有10重金身护体，并未伤及内里。以老朽之见，君上的伤乃是心伤，还望君上能好生休息，不要忧思过度啊。护我的不是金身，是檀儿。他在我最危险的时候，把我推出了结界，牺牲了自己，救了我，还有4姐。3位仙师，这地脉子之是上神遗留之物，上古典籍中有没有复生之法呀？这上古典籍中关于地脉子之的记载极少，又何谈这复生之法呢？了解。父帝，父帝，我都听说了，为父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母后，更对不起天下苍生。4姐蒙难，你和叶檀生离死别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父的错。归墟动乱，我这个天帝本该身先士卒，倾覆归墟，却因贪图权力，让幼子担此重任。你和叶檀相爱，我由于偏见，让他们身死。我这个父帝的罪啊，真是百死难赎。了解。哎，父帝，不可！叶檀公主救世之举，为父敬佩有加。回想当初我的所作所为，着实惭愧，实不该再忝居天地之位。今日3位仙师都在，那就给朕做个见证。我看近日青衡一直在主里神族事务，众仙对他是赞誉有加。天地之位，不如让他继任。你认为呢？父帝，儿臣深以为然。青衡定能担此大任。青衡，做个明君，在你兄长的辅佐下，别走为父的路。青衡，青衡，青衡，定不负所托。起来吧。我不奢求你们的原谅，但是适才有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助地脉子之重生。什么法子？他有法子。听闻草本一族愈繁盛灵力，便愈强。为父以为可以在故地重建冬秋之景，让众人下凡播撒繁花，其其灵芝。一来可以为当年屠灭冬秋之事做个补偿，二来
在冬秋草木众人的相助之下，说不定能够感召地脉子之重生。好，我即刻前往冬丘故地，筹备重建冬丘故地。飞智、韩墨，你们留在天界，好好辅佐青衡。是，神君。可是有琴，你尚有伤在身，不如等养好了再去吧。墨神，我等不了了。天后，就由着他去吧。能为小夜谭的事儿忙活忙活，有益他身心健康。有我们3个老的为他保驾，不会有事的。母神，子无也想一起去。韩朝，啊，大人怎么了？新任天帝要在故地重建冬丘，以万花之灵感召地脉子之重生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太好了，大人。那要是2位公主真的能复活的话，那岂不是皆大欢喜了？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，我要定居冬丘，从今往后就是冬丘子民了。你可别闹了，大人。人家草木一族胆儿都可小了，你这样过去，给人家都吓跑了。你怎么会？不管他们是否能够救活奎儿，都是我的恩人，我会善待他们的。先前老五不是什么归墟使者吗？从今之后，就是护花使者。哟，护花使者，快收拾东西！这就收拾。哎，来，收拾。多亏众神相助，才使这冬丘重建这么快。是啊，这草木生长仰赖40节气，但从前这40节气一直是由青衡兄长掌管。现如今兄长即将继任天帝之位，不知这40节气该由谁来负责啊？不如由本尊来吧。在天界待了数万年，天天就见着这2张老脸，无聊至极。这冬丘重建，诸事繁多，可有的忙活了，应该有意思的紧。况且本尊所思的是瑶池水，本就能助草木一族生出灵智。我留在冬丘，说不定能早日召唤出双花之灵。如此甚好，那便有劳仙尊了。老朽也会特制为草木复灵的灵丹送来冬丘，助双花重生。老朽也愿协理冬丘，帮助2位仙师照料冬丘。多谢诸位仙师，我2个女儿在天之灵，必定感激不尽。管儿愿为诸位仙师所使，代表人族鼎力相助。谈谈是我好兄弟，我们兽族定也会出一份力。愿种花之灵能唤醒地脉子之，让嫂嫂和清葵公主重回人间。今后我就守在冬丘，寸步不离，直到他们重生。我也是，我和你一样，寸步不离，直到花灵重生。花灵重生仍不知何时，你们都愿意这样等下去吗？岳父大人，不管千年万年，我会一直守下去。岳父，我相信我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。好。愿双花早日重生。愿双花早日重生。葵儿，檀儿，
你们听见了吗？世界在为你们祈福。你们看见了吗？这花团锦簇的世界。无论那混沌之力如何凶猛，那双花花翎坚如磐石。混沌之力流经双花花翎，被分为清浊二流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沉，天地间豁然开朗。那这地脉子之双花并没有灭世啊，反而是救了这四界。对呀，哎呀，这，我们以前都错怪他们了。哎呀，错怪了。见过天帝，霓虹上神。母神久等了。父帝。哎，来，你的，来，该我了。哎，天帝啊！见过天帝，霓虹上神。有劳仙尊终日忙碌，冬秋今日才得此盛景，有劳仙尊。如今这里已经被仙尊料理成了四界的后花园了。大家闲暇之余都喜欢来此相会，仙尊，功不可没呀。是啊，若是两位公主复生，朕定当好好谢谢仙尊。小公主在世时没少给我们带来欢乐，本仙尊和你们一样，也盼着他们能早日复生，这点辛苦不算什么。再说这儿有意思的很。我说你能不能往那边挪一挪？别吵。万一奎儿从这边长出来被你挡住怎么办？我不挪，我离得近，孩儿一生出来就能看见我。我说你能不能洗洗澡？这臭脚丫子味都飘出来了，臭死你！万一我错过奎儿复生的时刻怎么办？唐儿，你快长出来吧！我忍了这家伙1年多了，我怕我再跟他朝夕相处，我就喜欢上我了呗？我喜欢你，我劈死你啊！你以为我不想砍死你啊？你试试。哎，灼花重生了。哎，幼稚！双花复生了！仙尊，您怎么跟他一样啊？真的回来了，唐儿啊！哎呀，唐儿，真的复生了！苍天有眼呐！哎呀，唐儿，回来。唐儿，是你吗？奎儿，真的是你啊！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我就知道你纯良至善，老天都不忍收你，
奎儿。哎，他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？君上，三殿下，二位莫慌，二位可还记得双花有吸集清浊二气之能？记得。这双花重生之后啊，花蕊紧闭，需要最纯净的清浊之物从外界输入，方能生存呐。何为至纯的清浊之物啊？你二人的心头血就是啊，取至清之血浇灌于青葵花林，取至浊之血浇灌于夜檀花林。等花开了，花蕊开了，双花就能自己从清浊二气中汲取养分了。双花之灵虽化而为人，然有一日身份大白于天下，四界皆欲除之而后快。未料双花摒弃前嫌，舍生忘死，以上神之约吸清取浊，终令归墟封印得解，混沌之气尽除。自此，世界永保安泰，世人皆称善